这个安装上去之后，它只要套进这个齿，套进这个齿的时候，它装上去，其实你可以听听看，它已经没有任何声音。OK， 如果看到现在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请记得旁边下面有订阅，然后按赞小铃铛，还有我们的 FB 跟 IG， 我们会定期发送我们最新的消息。OK， 我们这一集来说明我们2022年 Reveno 新品发表上市的这个东西叫做静音套件。那静音套件就是顾名思义，是因为我们 STC 本身它是属于干式离合器，那它有金属敲击的声音，我们也吸收很多消费者给我们的一些回馈，那希望我们离合器可以小声一点，甚至没有声音。那我们就针对离合器的部分，我们来开发这个静音套件。那这个静音套件其实在大概约莫2年前，我们就已经投入研发跟测试。那测试到2年后，我们才正式上市。那好，那我们进入主题，就是静音套件的部分呢。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1代的时候原本会发生的这个声音，就是 slow 的声音。因为我们中间离合器中间有一片压板，那在空档的时候，等于是大家怠速的时候都会听到的声音，就是会听到这个铁片跟内座齿盘敲击的声音。那这个敲击声音因为是金属碰金属，那我们就在压板的部分，我们增加了这个静音套件的滑件。这是一个工程塑料耐高温的工程塑料做的射出的这个滑件。那滑件它只要套在这个专用的这个压板静音压板上面的时候，它安装完成就大概是这样。然后后面我们会提供那个安装的动画。那这个安装上去之后，它只要套进这个齿，套进这个齿的时候，它装上去，其实你可以听听看，它已经没有任何声音了，稍微有一点点，但这个其实已经听不太到。好，那这个静音套件呢，我们就来研究一下，到底静音套件它的内容物大概有哪些齁？当然，最主要就是这个滑件。那滑件呢，它的材质是工程塑料，那它的耐高温的特性呢，大概就是长期耐温所以就长期就是平常在走行的时候，长期耐温是260度 C 这个滑件。那短期耐温是300度 C。所谓的短期耐温就是瞬间升温，比如说突然有重负载。瞬间升温到达300度的时候，它才有可能会有热形变的部分。那它的熔点呢，就是融化，把这个塑料要融化的话，大概要达到340度，它才会整个融化。那340度通常我们的离合器片耐高温是200到250度啦。当然恶意超价的话，当然也有可能会到这个温度。那340度的话，才会导致这个塑料才会融化。那这个其实这个关键的小零件，其实它为什么研发了那么久，就是因为其实这个塑料我们也找了很久因为这个也要特殊的基台。因为一般的塑胶熔点可能大概100-200度就可以融化，那这个要超过它的熔点340度才有办法射出，这个是这个关键的这个滑件。好，那它的机械强度呢？我们这个内座呢，它必须要这个压板必须跟内座做碰触我们把它先不装压板，我们来看，大概就是这样装，在里面滑动，然后也要敲击，因为它要带动。那等于是它这个里面这3个面呢，它就必须要被冲击。那它的拉伸强度是90 MPa 以上然后高硬度抗冲击，所以它可以长时间在离合器内部，然后保护着内座去跟它做冲击。这个它的强度的部分，这个工程塑料部分。那实测呢，我们说我们测了2年我们当然我们有自己的测试团队，我们的测试团队大部分的车辆都是我们找最刁钻、最严苛的，就是像跑富邦达或跑 Uber Eats 的，他们长时间在市区在走走停停。那他们的里程数，我们测到现在大概是15000公里以上，15000公里以上。为什么说15000公里呢？因为我们也有遇过我们的离合器片在 Uber 车上，那它曾经使用到13000多公里，它的离合器片的安全值才到达，必须更换底层，更换耗材。那更换耗材相对工程塑料这个静音套件呢，其实它还耐用度还很够，所以不可能继续往下测，因为不太可能会把离合器片再继续弄到2万。当然2万以上，其实我们也测过了，其实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基本的耐用度大概是15000公里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都建议呢，因为毕竟它的静音套件呢，它是跟着压板一起走的，所以我们都建议消费者如果要更换静音套件的时候，可以跟着原有的耗材包一起做更换。那这一片也把它退下来，因为在使用的时候，相对我们说这个虽然很耐用，但是压板也会磨损所以我们都会跟着耗材包一起做更换。那静音套件呢，它的压板跟传统是我们原本的压板有声音的压板是完全不能共用的。为什么不能共用？因为这个静音套件的滑件呢，它是没有办法装上
传统我们原本的这个套件，因为这个公差尺寸是完全不合的哈，所以精英套件呢，它主要分开来销售，就是它是一个选项。当然，我们现在销售的 STC 不管 1.0、2.0哦，它的新品出厂的时候，它还是有声音的哦。那除非你要在新安装的时候，你就想要精英套件的时候，那就可以跟店家说明哦 ，option 订购这个 STC 精英套件。那精英套件呢，它里面的内容物就是有因为我们有8个齿，所以有8个滑件跟一个专用的精英压板哦，这个是专用的，所以这个减 DB kit 这里面的内容物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你可以在新品的时候就请店家帮您拆装，因为我们店家都有上过认证课，他们也有所谓的保固易碎标签，然后他们就会针对这个拆装做负责。那新品的时候它就可以安装上去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说新品要安装呢？其实呢，它还有一个优点。哦，它的优点其实也大家也蛮关注的，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压板呢，它平常的时候会有发出声音嘛，原有的这个压板会发出声音，那会发出声音表示它会有跟内座敲击，因为毕竟是金属跟金属哦，这是铁板，这是铝材，那铝材相对会比较软，它还是会敲击。那敲击的话，它就会造成这个内座这个齿呢，这边会有刻痕。那这个刻痕呢，我目前测到现在大概都是3到5万公里，哈，这是平均数啦，才有可能要刻痕到很深。当然这个有一个安全值，我们都有技术公告给店家，店家都会帮您做量测。当然，精英套件我说的小好处就是，因为它是工程塑料，所以新品安装的时候，它一插上去的时候，等于是就没有再跟我们的内座齿盘的铝做敲击。等于是这个就是一个保护的作用。那保护作用的时候，相对你的内座是几乎完全不会损伤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好处。当然静音是一个好处，然后这个就是保护内座的好处，这是顺便外提的啦。当然有的消费者也是很喜欢有声音的哦，那就继续使用这样子的耗材包啊，他就不用再加购这个，他就单纯画耗材包。里面就是属于正常版的耗材。如果要精英套件的耗材的话，它等于是说你要单买一个耗材包，然后再买一个精英套件。那这个是再把里面耗材包原有这个压板抽换掉，换成精英套件的专用压板，你就可以使用精英套件的耗材哦。这是我们是分开来销售的部分。那实际呢，我们测试到底精英套件可以减低多少 dB 哦？因为我们挑最近比较热门的 KRV， 因为 KRV 它的外盖呢，传动外盖就是单纯一个铝块，然后一个塑胶盖，但塑胶盖上面也没有任何海绵可以减噪哦，不像雅马哈，那它的声音发出来是比较大的。那原厂我们测了，原厂的传动箱发出来的声音大概是80 dB 哦，大概。80 dB 所谓的发出的声音，不是单传动箱，可能还有引擎啊这些排气管出来的声音，大概是80 dB。好，然后怠速的时候，那 STG 呢装上去，如果是一般版的话，原本就有铃声的话，它的平均 dB 数大概是84 dB， 好，大概多了4 dB。那安装精英套件的 STC 上去之后，它的平均分贝值大概是81 dB， 好，那为什么会说会多了1 dB？ 因为原厂是80是精英的嘛，那精英套件装上去怎么还会多1 dB？1 dB 大概就是所谓的外盖跟我们的离合器片敲击，稍微摩擦的时候会敲击的声音哦，这个是大概那个1 dB。其实如果像雅马哈车系，如果有塑胶外盖的哈，这些车系其实装上去外盖跟离合器片敲击的声音几乎是快听不到哈。当然 KRV 我们是最严苛的数据啊。所以这个大概是降噪的部分。好，那精英套件我们刚才有讲到，内容物就是有8个滑件，好，然后跟一片精英压板哦，专用的精英压板，这个是精英套件的部分。出厂的时候我们都是分开销售，没有说新品就可以选择精英套件、精英版的 STC， 好是没有的。好，那通用性呢？其实也不用害怕，因为我们是针对我们的离合器做设计嘛，当然。1.0哦，大家这个最熟悉，1.0跟2.0的内座其实都可以通用的哦，不会说什么只能2.0用，没有这回事，就是1.0、2.0都可以用。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，我们精英套件开发是针对现在市售我们 STC 市售量比较大的部分，就是以中型的这个 size 哦，比较热门常用的这个 size 去做开发。那像小型的，比如说 DJR 125啦、QC 100啦、BWS 100或 DO 50。这种小型的，我们就没有针对它做精英套件的开发。那再就是另外的
大绵羊，比如说 XMAX 300啦、Downtown 350，这些车种大绵羊比较大的 size 的 STC 就也没有对应。那我们现在目前只针对我们这个中型的 size， 那这个中型的 size 比较最常适用，现在最流行当下125、155的都是这个尺寸，比如说 Force DRG、KRV，然后包括以前旧的进站。以前旧的 SMA Force 都是一并适用这样子的 size 的离合器，所以它都可以通用。那大型跟最小型的是没有，现在目前还没有对应的，大概是这样。这个是我们静音套件针对这个，很多人消费者有反映说，太吵了，没办法装或改了会被女朋友或老婆发现，会被骂。就是有我们一个俗名啊，学称就开玩笑的，怕老婆套件，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哈。装上去就比较不会怕老婆知道我又偷改了些什么。这个是我们这一次针对2020新开发的这个发表的这个 STC 静音套件，大家一定很常听到出手牌我就买。那 Reveno 出了静音套件，你买了吗 ？OK， 那2021其实我们就有发表我们的完色的这个普利盘枫叶就是自带轻量化、自带平面的一个枫叶。那事实上，我们的普利盘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当然相对应的车种，陆续的慢慢的出，对应时间会比较慢。那目前我们已经出到大概有哪些车系，我也跟各位报告，就是大概有市售比较好的车系，大概有 KRV 啊、DRG 啊、JETS 啊、进站1到5代、进站6代、Aeros NMAX 包括现在的 Force 2.0。这些车种，然后在最后目前近期有出的韦士牌150跟125。这些普利盘都已经相对应的车种，我们都已经陆续的到位上市。那如果想要了解我们完色普利盘到底有哪些特色或优点的话，在上面有连结，我们也是有录了一集研究室的部分，针对普利盘的部分，大家可以去讨论。